我们来什么都变好了，变漂亮了。来回广州很多次没看到这个时光隧道。距离母女俩同样来到广州已经是5年前的事了。机场变装了，唐子涵也不一样了。当年那个小女孩一劫生死，在广州重获新生，如今就地重游，心境截然不同。这个是那个注射用水。唐子涵一出生就检查出地中海型贫血，这是先天性遗传疾病，因为身体无法制造健康的红血球，导致终身得仰赖输血和打针。等了7年多，终于在2013年配对上台湾慈济的骨髓。移植前剃发入仓，唐子涵泪眼汪汪。这图片挺好看的吧？不好看，不好看。它以后会长起来的。它以后会长起来的。年幼的他还不明白换髓会经历什么样的生死交关，但剃发却是他对移植最刻骨铭心的感受。到了，干细胞，过来拿一下吧，弹弹的啊。然而，小女孩还是幸运的，因为骨髓配上的几率只有10万分之一，很多人根本配不到相合的骨髓，还拖着病躯迟迟等待。而唐子涵的骨髓在2013年5月的一个午夜，从台湾顺利的取髓回来。因为在大陆这边，就是都是独生子，就是会遇到一个很大的瓶颈，就很多病人就看不到那个前途了，一点阳光都没有了。觉得，当初中国大陆没有骨髓库的时候，是慈济先行先做，建成了骨髓库。那么中国大陆因为没有骨髓库，很多病人望病兴叹，还是因为是慈济人伸出援手，把这个台湾同胞的这个骨髓拿过来，给我们的病人使用，使他们的生命得以挽救。等久了哈，辛苦大家，辛苦大家，辛苦大家，我们终于也把生命带来了。那些年，两岸尚未直航，送髓得中转香港或澳门，但因为血浓于水，为了送髓救命，分秒必争，同心合作。2001年，苏州19岁女孩陈霞骨髓移植，多家媒体现场连线报道，更是感动了两岸3地。加油加油，吴大夫！你都好吗？我都挺好的。17年过去，陈霞已经完全康复，投入骨髓志工关怀行列。而此刻，和他当年移植时一样同龄的19岁北京男孩杨东林，也正等待着来自慈济的骨髓能救他一命。这趟取髓之路周周折折，不仅路程耗费2天1夜，得先搭飞机前往台湾，再转搭火车到花莲。取了髓，又得在48小时内赶紧原路奔回。没想到快抵达北京前，又碰上大暴雨，飞机意外地备降了济南机场一会儿。好在最后一切安然无恙。哎呦，这么多人！辛苦了啊，乔丽师姐辛苦了。能让我拿一下吗？给你拍一张。也亲一下。10点了，不容易。我觉得任何语言都表达不出我现在的心情。他救了我儿子。叫什么名字呀？看一下你的细胞啊，看一下名字啊。两大加起来一共281毫升啊。10万分之一的救命机会，在茫茫人海中配上了千里之外海峡彼岸没有半点血缘关系的台湾女孩。
慈济骨髓库是1993年10月成立，而大陆的中华骨髓库是2001年重新启动再成立的。虽然起步较晚，但中华骨髓库目前有200多万笔资料，是亚洲最大的骨髓资料库。然而地大物博，民族众多，需要非血缘移植的病患也逐年增加，所以这些年来，移植医院、中华骨髓库、慈济骨髓库依然保持着密切合作，相辅相成，为抢救病患而努力。中国有56个民族，而且它不同的通婚的形式，基因的 diversity 就多样性非常大。这对人类的发展是优势，但是对我们做移植是个劣势。我们一般如果这个病人需要查非血缘供者，我们都是中华库、台湾库同时查。特别是南方的病人，有时候他在台湾库找到机会还是挺高的。台湾的骨髓库虽然30万，我觉得你们工作做得很好，它就反悔的概率要低。入仓后的每一天都与时间赛跑。东林在舱内跟发烧对抗，努力的接纳融合新的骨髓。妈妈在舱外天天奔波菜市场，挑选新鲜的蔬菜。回来又忙着消毒。我每次老怕都多蒸一下。今天东西少，这是中午的那个碗，还有它的筷子都买的是瓷的，还有勺子也是瓷的，这样好消毒，不会有什么病菌呐什么的。安全迅速的烹煮餐点，一做完2小时内就得赶忙的送进舱内。日复一日，在时间的流光中静养等候。哎呀 ，hello， 我能抱你吗？欢迎你回到我们的世界。历经30天，杨东林终于顺利出舱了。等一会儿我换衣服送他下去。东林的外婆、妈妈以及前来祝福的慈济志工都非常的欢喜。能出舱就代表干细胞已经直活，正在发挥新的细胞造血功能。100天，3个月内，只要没有感染和排异反应，免疫系统就几乎恢复了7、8成。而移植后1年半到2年就能完全康复，就像唐子涵与陈霞一样。白天在广州南方医院进行一连串的医疗检查后，5年体检的结果大致出炉，初步一切都是安好的。大致上的报告还可以，都没什么。现在就是一个植入报告没出，一个刚刚那个没出，还有一个T细胞没出，对，其他都还可以。对，还好，挺好的。对，已经5年了嘛，所以应该还算挺好的一个报告。这一天，唐子涵也刚好满12岁，这也是骨髓移植5年后最欢喜、最踏实的生日礼物。先许个愿吧。过去不知道自己能度过几个生日，连愿都不敢许。现在终于有能力、有健康可以逐梦。重生对我而言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词汇，就会让变成一个更好的自己，然后就脱胎换骨了嘛。因为我活下去，才能完成我的愿望，完成我的梦想。去当一名医生，拯救更多的小朋友。从我手术完后，我就立下了这个志愿。3、2、1，开始。走进了我们红慈血液病医院，在我身旁的是今天的陈霞女士。哎，你好。大家好，我是陈霞。
成功移植了17年的陈霞，现在自己创办了爱心站，搭建网络平台，透过 Live 直播等方式，提供骨髓病友家庭各种移植知识和饮食卫教。因为走过这段艰辛的换髓之路，感念公者的救命之恩，陈霞这些年经常穿梭病房，以过来人的身份鼓励病友。包括家属们的这种无助的这个眼神，我也一直的烙在我的脑海当中。为什么我们虽然这个病程的时间长，知道要怎么照顾病人，但等到要走移植道路的时候，脑子一片是空白的。对，真的，而且移植完了是这个担惊受怕，就压过了所有的一切。有时候脑子会是昏头昏脑的懵的。现在到了爱心站多咨询，特别他们走过来的看，我们就有的信心了，有底了。对的，就有底了，所以晓得怎么照顾病人了。我还深深的记得，当骨髓输入我体内的那一瞬间，就在那一瞬间，我觉得我的身上承载着更多的使命。真的，这种是不能用语言来表达的，所以我只能用我的行动，一步步的去证实，然后呢，把这个激励棒传递下去。我不想辜负所有人对我的关心，所以我要让他们看到我现在的健康的一面。过去白血病或其他血液疾病都被视为是无药可救的绝症。当骨髓中心成立，以及骨髓资料库越来越多公者愿意建档，就给了病患活下来的勇气与曙光。一位捐者，一份爱心，便可能扭转一人生命，一家命运。